俄乌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但也面临升级风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处求援，美国将为其提供最新军事援助，包括首次提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俄罗斯方面则高调宣称要提高军备和扩充兵力，明确指出洲际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相继布置。另一方面，俄罗斯表示，俄罗斯终于弄清楚了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实验的所有内幕，并掌握美在乌生物实验室关键人物名单。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利曼、顿涅茨克等方向打击了乌军人员和武器装备集结点，在顿涅茨克地区击落了乌军战机和直升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俄军目前在利曼方向、巴赫穆特方向、阿夫杰耶夫卡方向发动进攻，乌空军对俄军人员、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进行打击。自俄乌冲突爆发起，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生物实验室。俄罗斯国防部网站24号消息称，经过了近10个月的调查和摸排，俄罗斯终于弄清楚了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实验的所有内幕，并掌握美在乌生物实验室关键人物名单。俄方称，在美国政府的授权下，多名美国情报高官和卫生官员参与到了生物实验中，试图在乌克兰将生物武器彻底打造出来。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这份名单，包括美国国防部减少威胁局前局长、美国中央情报局风险投资机构 InQtel 执行副总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前主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院长、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前首席执行官、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际研发与医学部总裁及首席研究员等。此外，俄国防部早在几个月前还公开指，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与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实验有着密切的资金往来，极有可能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出资方。俄方此前也多次表示，在乌克兰境内发现了至少30座生物实验室。俄国防部所掌握的报告显示，乌克兰的梅奇尼科夫抗鼠疫研究所、兽医研究所和利沃夫流行病学与卫生研究所系美国军事生物研究项目的实施方。而根据现有信息，美方正将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计划内未完成的部分转移至中亚和东欧国家。美方还打算进一步扩大同非洲和亚太地区国家在类似项目上的合作。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自己在乌克兰进行生物实验，指控这是俄罗斯转移侵略战争注意力的小把戏，通过抹黑美国的方式减少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访问美国当天，拜登政府宣称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8.5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包括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该系统能比以前提供乌克兰的其他防空系统更高的上限击落巡航导弹、短程弹道导弹和飞机。不过，有美军高官表示，即便在美国批准提供爱国者系统之后，培训乌克兰军队如何使用这个复杂的防空反导系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训练维护和修理专业人员则需要约1年的时间。此外，爱国者系统防护范围有限，无法为整个乌克兰领土提供全面保障，只能把它们用于保卫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比如基辅等重要城市。除了爱国者系统外，这次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中，各种战场急需的弹药占了大头。此前，乌克兰已经多次警告，乌军弹药接近耗尽，而欧洲各国的弹药储备也已经降低到了危险境地。在此背景下，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各种弹药就成为了美国的当务之急。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通报，美国这次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中，包括数量不详的精确制导航空弹药、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和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炮弹，500枚精确制导的155毫米炮弹，1万枚120毫米迫击炮炮弹，4.5万枚152毫米炮弹，2万枚122毫米炮弹，10万枚125毫米坦克炮弹。此外，还包括数十种迫击炮系统和相关弹药，以及装甲车和其他设备。其中，152毫米和122毫米炮弹都属于华约火炮标准，它们主要用于补充乌克兰老式火炮弹药消耗。此外，据美国政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泽连斯基还要求美国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灰鹰和死神武装无人机。那么这次泽连斯基的这个访美最大的目的也是能够争取一方面美国能够持续的进行援助，再一方面就是尽可能还扩大这个援助的范围。但是我们看到可能
泽连斯基所有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被美方所满足啊，但是美国也是表示了这个极大的在政策方面的一些支持的一些这个宣示啊，也就是能够支撑乌克兰在这样一场冲突中继续坚持下去。